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吴思琪。也大家睇做共享工厂的时节，都会受到乡亲、某种民众的关心同注意。其实呢，无论是睇人呢生活在农村、田丘都乡、顺丰的一啲工厂，所以同公家机关有关，民众都会特别关心。故说讲，也按多年来，大家都特别重视生态减核。也是就是喺台北物嘅意思，就係呢，唔睇做一個工廠嘅時節度，要注意到一個地方好，也講也做工廠嘅時節，有乜嘅生態嘅問題，韓國有乜嘅重要嘅通策物體也成長，得定嚟好好嘅保護同看到嘅時節，也其實都會受到大家嘅關心同注意。唔過呢，生態同工廠其實係兩項無共用嘅專業。今日嘅村民太飛，我帶定鄉親，向下度了解，也按多年來發展嘅呢度有關生態同共享工廠嘅問題。韓國呢喺講睇做一條共享工廠之前，先做好生態減核，咁要按簡單係，按樣我哋做到，邀請大家聽聽向下度關心。馬上俾大家收機今日參加嘅來賓。第一位，我先做嘅係中華民國生態專業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嘅理事長黃雲波董事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沙來，我做嘅係律師陳建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沙來，我做嘅係台灣大學生活環境內同工廠內嘅名譽教授黃宏斌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教授。前面位我做嘅係台灣河海苗嘅秘書長鍾明軒秘書長。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哦！記者講到生態減核一件事情啊，係咧一定專業嘅。假如講到嘅，唔會做工廠，每天了解生態，唔了解生態，每天了解工廠按樣嚟做。故所講，也發生咧當到有關地方項做共享工廠發生咧生態議題，引起地方嘅議論。也馬上就睇大家來看，睇去年嘅時節。南台灣吊水潭人工湖，佢會做一啲屯內嘅工廠，喺地方項促成嘅呢條議論。基地部海總節看講下，對吊水潭做到年來，已經卡睇河壩動態嘅比數。或者講，就水土保持法嘅規定，對內天就去做水土保持計劃。韓國水保局沒有發公文本水流數，政府保育協會指出。按太嘅屯內工廠計劃應該要有韓國業界的審查機制。他說：假設你是堆置土方做了這些的事情，而沒有據實以報的話，所有的法律責任由你們自負。顯然，他已經知道這是堆置土方。中水局跟上河局提出這樣子的倒在河床上的計劃了。那但是他那時候環差就還沒有通過，所以照理講，這樣子這麼大規模的鳥嘴潭工程的計劃，應該要在環差裡面放進去，要被評估和審查，但是他沒有。認真上天呢，太水期就會到位，會同東道會沙沙嘅大道下節氣，關心地方嘅好雜同保養人士，經過呢邊氣場，行政院共享工廠委員會水利署總體水質局一個代表，向下去現場比勘，針對旱麥屯來嘅素材，希望참時每屯。交通委員會我們會希望就是說做成決議，如果他沒有辦法來釐清這個爭議的時候，我們也會建議就是先不要去填大掘坑這個部分。在大掘坑這個轉彎段，他如果不做這個保護工程的時候，他會做沖刷，所以它下面的堤防其實以往一直都在壞掉，只是現餘經費跟整個那個工程經費的排序說還沒做。它事實上因為它有治理工程的需求。台灣政府保育協會人員講，共享工廠天作去做生態減核，韓國生態減核包含嘅資訊公開，唔過有部分咱冇看到。保育協會已經去同監察院澄清，同時針對環評部分嘅問題，面試當地嘅準備行政訴訟嘅嘗試，希望早啲確保野生動物保護嘅素材，同時講大下節減核會不太水嘅問題。剛剛看到影片，都好生態保育團體佢都提出呼籲，強壓嘅做共享工廠嘅時節，要做到生態減核一件事情。唔過生態減核，其實係也幾年嚟，將開始引進台灣有安尼嘅機制，共享工廠委員會開始來
冲刺韩国的传统，研究先来看哦，有一个生态减害一个机制。以前呢，其实喺民国91年的时间，研究开始了传统生态工法。韩国xã會有動到嘅演變同進展哦，其實係一步一步嘅天天時代，韓國大家關心嘅重點來做一個發展呢。再過來呢，到係96年嘅時間，其實水保區高雄市嘅水保區就提呢生態減害表。再過來到係100年嘅時間，連林富區未提出嘅有關喺國有林嘅治理嘅工廠啊，去加強生態保育嘅相關嘅注意事項，也就係講也。天天時代見到經濟鋪，大家見從事環境生態過後，生態一件事情受到大家嘅注意嘅，故所講會行卡捲心地位。再過來就係加講到嘅，到係民國106年時間，其實公共工廠 BMV 就引進了一個按照生態減害嘅機制，韓國喺法律上係有明確嘅規定，按樣嘅作為。故所講呢，一當中啊，雖然經過幾下擺嘅部分嘅條文修正，其實而輕重要嘅三個面向，而講到嘅事情就係，喺做公共工廠嘅時間，而做到生態保育，韓國也當中而有民眾嘅參與，只不過看起來係一簡單嘅事情，也當中發生過嘅那條事情。除咗從家下樣片圖後，看到嘅引起嘅議論，喺全台灣各地啦，其實寥寥少少也按多年嚟都有一度嘅相關嘅生態工廠嘅議論問題。就像嚟看到，睇講嘅客家種嘅部分，苗栗睇。苗栗市韓國苗栗3年鴉片都有相關嘅工廠，韓國呢係為咗厲害，就係講嘅苗栗大蘭嘅石虎工業一個案嘅，也唔係受到大家嘅關心同注意。再過來都係看南部地位，中南部地區就加講到嘅南投嘅部分，再過來彰化沒有相關嘅排水嘅改善工廠。再過來呢睇南部嘅部分，其實南部一個生態環境相對嚟講條件會當好，資源按到，故所講也按到人哋寥寥少少咩發生嘅當到引起大家嘅關心議題，除咗幾年前呢，講嘅屏東牡丹鄉一直跳到台東太平鄉嘅一個阿龍嘅古土，其實點樣發展當到嘅生態嘅議論，喺幾年前引起大家嘅關注。再過來就係呢，下一步嘅將發生呢，喺屏東灣滿，作為嘅工廠喺睇59歲嘅實體，作為相關嘅工廠，引起在地人嘅關心同注意。故所講，多少少引起嘅按到嘅生態議論問題我請教下理事長，理事長。你也要關心一個生態減害一件事情，專門嚟做。你也要看到一按多年來嘅議論啊，生態有專業，做工廠沒有自家嘅專業，頭擺係自家做自家，也要大家相互合作做生態減害，也真正實際有體運作嘅。好，我大概先講一下，就是說剛才講到，就是生態專業跟工程專業怎麼樣去融合這件事情。那其實我最早的一份工作是在台中的自然科學博物館做調查研究的工作。那在做調查的時候，我們就是覺得，什麼地方好，有什麼好的東西，我們就會在那邊採集啊，或者是在那邊去做一些進一步的這個研究調查，這樣的一個事情。那在過程，我們就第一年可能這個地方不錯，就會常常來啊，對不對？第2年、第3年，可能到第4年的時候，我們就常常發現就，可能一條道路。或者是一個護岸啊等等之類，就把一個我們認為很好的環境給破壞掉了。那我們去看了一下，我們這個所有的法規都說要保護自然環境，那看起來好像不是這樣子。那所以就後來離開了科博館，就到工程顧問公司去學習一下，從生態專業去學習一下工程是怎麼樣。那時候開玩笑啊，就是看人家是怎麼破壞生態環境的。只是在那個過程裡面的時候，我們開始跟很多的這些工程師在談的時候，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沒有人以破壞生態環境為樂。通常來講的話，是我都是到最後關頭，我才發現說啊，我怎麼會造成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們後來就覺得說，那大家都不會以破壞生態環境，但是為什麼造成的結果是這樣？就發現這兩個專業過去沒有溝通。所以後來就想說，那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溝通的機制。所以生態檢核就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就創造出來。那在早期的時候呢，只有一個很核心的想法，就是工程師不要被罵。好，這個就是最核心的狀況。最核心的。那在這個過程裡面，那在剛才有看到一些相關的一些歷程啊。對。那其實。在談生態檢核之前，必須要談到，就是說，比較早期被罵，它大部分都是道路。
比较不像是河川。是像之前来讲的话，苏花高啊等等这些议题。所以那时候，在有一些公部门，他们也觉得说，我做造桥铺路是好事一桩，怎么会被人家骂对，到我怎么会被对？所以后来大家就想说，那我们要找出一个融入式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被骂通常是做错事情，然后后面就变成批评指教。那我没办法提早告诉大家，这个地方生态的关键是什么？在早期的参与就是合作，在后期就变成抗争。好，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这不能够等到环评，等到工程师已经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这时候大家都很麻烦。所以我们后来就发展出全生命周期，就是说从一早就告诉工程师，这个地方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呢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工程师再去做规划设计。这是整个生态检核里面所以我们很强调就是不是指导性或者是指责性的，而是互相合作、相牵式的合作，所以我们的那个保育对策是由双方共同来拟定的，而不是用一种很环评那种准驳啊，你来我就是要修理你，我就是来反对你是一个这样子的合作模式来变成是我们现在生态检核的一个运作机制，后来才从道路慢慢发展到就这个现在大家关注的河溪的也可以那所有工程好像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机制来减少工程师被骂的机会。不过一件事情，理事长讲，其实喺经过一团的工厂当中的，他都按那些情形哦。不过实际讲，也係運作嘅部分，喺講呢，也係用法律嘅規定來看，也係有共享工廠嘅生態檢核嘅注意事項，也係法規度項有明文嘅規定呢。我再講下參加下歷史哦，也係呢有一個法庭出來嘅，不過人係看到當到嘅爭議事件出來。一件事情，一個法律咩經過幾下擺嘅修正哦，叫聽得到人家時代大家關心嘅部分冇？這個部分啊，其實剛剛黃理事長就有提到說，它其實它跟環評的最大的一個差別，在於說一個是事前的溝通，那經過事前的溝通，可能跟公民團體或者是跟在地居民在互動之後，也許可以降低這樣的抗爭。那根據這樣的溝通結果，然後去做一個工程的規劃設計。那環評它其實比較不一樣，是環評已經到了，我都已經設計都已經其實都大致上完成了，那再去審核，那變成說你後段要去更改的時候，它其實成本是很大的、更高的。那如果在這個一個機制下面，你就會發現一件事說，如果是事前溝通，那所謂的資訊公開以及所謂的公民參與，它就是這一個生態檢核機制或者是所謂的注意事項它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為你資訊不公開，或者沒有公民來參與，那等於有做跟沒有做一樣。哈，這是兩個我覺得一個最大的一個法律上的一個立法精神。那再來第二件事情要提到，就是說這兩個部分其實在法的體制上面，它有不一樣的法規範效力。比如說像注意事項，就是生態檢核注意事項，它其實是一個行政規則，但是環評機制它是在環評法下面，它是有法律上的一個效果。而且是這個效果，甚至是有一個準駁的效果，就是剛剛黃理事長提到，所以其實它兩個的因為法律效果的不同，也對於這個也許是廠商也好，或者是說這個開發單位也好，他們的一個積極度也會有一點點的落差。對，因為如果假設以行政規則來看的話，其實它如果沒有一定的一個明確的一個法律效果或處罰機制的話，其實它變成有一點是自主性的。比如說我發現的時候，我必須要去做提報啊，然後那如果假設沒有有看到，當作沒看到呢？好，那這種東西其實就有一點就是看施工單位或者是說監造他們的一個誠不誠實。好，那當然還有後續的一個政府機關的一個怎麼控管的問題，就是這個部分就會吃得很重。對，所以其實在法律上面它的一個位階上的不同，然後帶出來的效果也會不一樣。那所以其實如果碰到這只是假設性的啊，如果碰到今天行政機關怠惰，或者是施工單位比較偷懶，我們不要說偷懶哈，就是比較可能有其他的目的的話，那其實生態檢核在實務上面就比較難操作，就沒有辦法落實。哦，沒錯。對，就規定有，但是要落實的這件事情變得有點
不容易。那当然，如果反过来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行政机关很积极的去盯这件事情，那施工单位也很有 sense 的话，那当然配套这个措施就是很好的一个措施，因为它就是一个事前沟通的一个很好的机制。接同有人讲啦，生态检核是讲听听，做工厂的人讲要做生态检核，实际讲的啊。做工厂时又冇做到，掌握有按到的争议事件发生。就像人家讲到的，其实迄讲人做到生态检核，就像家两边这边讲到的，事前做好的沟通，嘅事情咁样发生咯。唔过发生的啊，发生的时间呢，人就来看，人讲的睇苗栗鸦片啊，加讲到大兰屿的里嘅係杀富工业，我请教下教授，唔睇也嘅做生态工法就开始来关心也嘅生态同工厂嘅相互嘅关系。既然係我看杀富工业也嘅利益啊，对人哋生态检核嘅机制好，係啲當顯面呢，作為大家來討論嘅利益嘛。最主要就是这一个生态公园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现在石虎的那个生态影响区呢，每年都有更动，而且呢现在越来越大。已经到台中县、花莲县这边都有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话呢，要更重视，就是说，它的那个生活圈越来越大，也表示就是说最近的保护是有成效的。那本来就是这个生态检核这一个做法呢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我要稍微补充一下，环评的话呢是那个一定规模以上的话呢要做环评，现在就是变成就是。环评里面的生态的那个评估呢，它其实是很周延的，也不是说开始做工程以后呢才做环评，并不是哈，就是说它在那个调查的期间呢，它环说如果没过的话，它这个工程是不会过的哈，那这个开发计划是不会过的。那当然就是说在环评法呢，我们当初在订定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主管机关呢。并不是由那个环保的主管机关来核定，而是那个行政管理机关来做，因为他觉得有需要。可是呢，他要找一个第三单位的，像说生态这一方面，要找生态的专家，然后来做这个生态调查、生态评估。好，那生态评估这一方面的话呢，有用那个美国工兵团的，或者是说美国的渔业跟野生动物局的这个做法来做，所以呢是非常周延的，但是呢它就是成本很高，所以呢就是规定在一定规模以上呢才做环评。那现在就是说好，那规模以下的呢，是不是就不需要呢？当然不行啊。所以呢就是很感谢那个黄理事长呢这几年这样推动，也就是说。规模以下的还是要做生态的保护啊，我们就做生态检核，不能因为规模小就不做啊。但是呢，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工程人员呢没学过生态，生态人员呢对整个生态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是牵涉到交通部、农业部。那个经济部好几个部会要一个政务委员，要懂生态跟工程的。你看我们现在做政务委员有几位是同时懂生态跟工程的，甚至连工程都没有，所以才需要这样的合作。对啊，好，所以呢要去整合这些部位，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些要做，可是呢你契约要跟着改。配套要做出来。我睇下講下兩三萬先生講到伊個機制，就係因為培育專業嘅一啲人才，有很簡單係。我想請教下秘書長其實人哋講要做生態檢核嘅事情，大家都提到講生態嘅專業，就像先生講嘅，唔係很簡單嘅。唔一定一下成立一啲很多生態國家專業區，唔一定希望真係嘅區過係我做乜嘅事情，也有向定一啲目標做係。首先是我们在響應生態國家隊的背景，其實是我們覺得身為 NGO 團體，我們其實是對於國家接下來的環境治理有一個期許。那個期許是過去在公共工程的單位，那他們在做工程的時候就會想說，我就是環保的那一塊我就歸環評，那其他的事情就是那個就是歸我管的。但是現在在處理的一件事情，就是除了環評以外，還有太多的生態議題是發生在各個中小規模這些公共工程身上，所以這個是NGO 團體會希望說國家接下來在做這些公共工程的過程中，其實都可以注意到說，生態專業是要被受到重視的，而且它會需要納入到這個決策跟這整個治理的過程，所以這個是我們為什麼會想要響應生態專業國家隊的成立。那其實像
刚才来宾们都有提到说，生态检核现在执行的课题。那其实我们自己在看这整段过程里面，其实就像是刚才律师有提到，从他行政规则的定位，然后对于各个单位他们的对于这个行政规则的认知，然后带到说是他们就会觉得经费跟执行者是好像他们没有想到那么多的事情。对，那所以这个就会连带到的是，他们会需要去思考说经费。然后跟执行者，他不应该只是用过去的行政工程的行政做法，那他们会需要有一些生态专业的进场，那它背后就会带到的是那配套制度，所以包括说像生态专业的认证、生态专业的培训，然后也包括一些背景，就是像环境栖地图资等等。那这个其实现阶段是农业部，然后还有跟很多的团体都还有在持续的沟通跟努力。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些还需要再磨合的地方，例如说生态专业认证，可能过去想象的是物种辨识，但是其实现在整个生态检核看待的是你对于生态过程、对于生态系统有没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有没有办法去跟工程的方案去做沟通跟去协商。那另外在栖地图资的话，其实也会对应到的是，如果一种是针对物种的保育需求，那另外一种其实它对应到的是接下来的土地利用或者是公共工程的一些方案，它到底该怎么样去注意到一些栖地它既有的生态功能。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家都还在持续努力中。对，那其实工程会在这里面其实也帮了很多忙，他们也很努力在往前走。那但是里面在作为一个行政规则，然后他们在在管制说，不能说管制，就是说他们在提醒说下面的主管机关开始要去注意到哪些事情的时候，它里面都还有很多还要在努力的推着大家说，你们可不可以再多往前走一点，多往前走一点。大家都向定好的方向向前行，而做到生态减配一件事情。不过，当中还有同道的高层时候，大家轻减控制过后提出安样的进步的一个办法。故说讲专家对一个生态减配还有得到建议，来看样片。政府单位有些对地方的事情都不了解，而且尤其是对生态，他们只知道要做工程而已。然后对至于到哪边，你要施工的那个地方，那里面有什么生物、什么生态，几乎完全都不懂，所以需要透过地方的一些生态人士及其他专业人士、生态专业人士来配合来做一下生态的保育。因为从以前台湾施工到现在，因为以前都没有做一些生态保育的工作嘛，所以，对，只知道工程要整治或是要做一些修治，可是影响到的就是原来栖息在这边的生物的生存权，所以在106年那个公共工程里面，就是需要说做生态检核。生态检核其实包含2部分啊，一个部分是环境生态议题的指认以及初步的调查。有这个步骤的话，我就会知道，比如说涌泉区有重要的湿地、水草、鱼虾蟹贝、水域动物，我的工程就会因为有这些这些自然生态的重要的物种在这边，而我工程可以做一些回避或缩小等等的。好，那第2个部分是公民参与，公民参与就是委请熟悉这个区域的 NGO 或专家学者来给意见啊，因为生物多样性里面包含的类群非常非常的广，好，我一个人没办法了解所有全盘的动植物所有的类群，所以公民参与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个议题让所有专家学者知道，了解这个地方有工程。生态检核这个部分，如果假设执行单位，好，就是管理单位，他其实没有非常的在意的话，他其实常常是流于形式的，所以呢，就会变成他本来应该要达到的效果，他本来应该去评估我做这个工程对这个环境的冲击多大，那可不可以做？那如果可以做，应该怎么做？可以把影响降低。这整个步骤如果假设是没有好好的去执行的话，那其实它就完全就等于是生态检核，它其实就是流于形式而已。像大家都讲到，生态检核虽然其一定重要，不过喺呀过程当中，喺法律上嘅 TV， 韩国呢喺实际传统嘅过程当中，还係會遇到嘅一道嘅困難。故咗講，研究先來了解講，生態檢核佢要做到嘅精神係乜嘅？其實呢，佢就係要做到呀四大部分。第一咧就係講呢肥片，其實喺過程當中要做到嘅就係唔係講呢做下去過後，會破壞菜地嘅生態，破壞菜地嘅通出或者固成嘅環境。人做得唔係做冇，韓國亦係講保留下去做得，就做唔得恢復嘅一件事情，
就去废品。再过来呢，做得熟悉牙嘅开发做工厂嘅方面喎，现在呢唔好做安泰，冇做安法，係唔係對地方嘅影響，對菜地生態影響會較細。再過來就係人講嘅咁強工廠對菜地嘅影響性，還有呢，再過來就係講唔真正會做到一條事情，亦係講會破壞到菜地嘅生態環境嘅時節，應該做補償。唔過補償一件事情，其實佢要付出嘅成本。韓國時間係行較大嘅，人都唔希望安尼做。故所講，人家裏邊怎麼講，要做到先前嘅交通係當中嘅位。故所講呢，人再過來看，因為家人都同重點標題，人做共享工廠嘅時節，要保育菜地了解地方嘅生態。故所講呢，係講人做下嘅生態減嘅時節，家嘅保育嘅對策有哪一條呢？人家講嘅一開始係講未做嘅時節。同工廠起社會，其實對菜地嘅破壞就無謂啊。再過來呢，無論係熟悉也係咁強，都係希望講減少對一個地方嘅生態嘅影響性。前面就係講真正破壞體嚟，我同佢恢復本來嘅樣嘅，一件事情就冇咁簡單嘅。故所講，我要強調就係、是，其實人家都見講生態工廠也係兩個無共用專業。唔過就像裏邊講到嘅，其實增加交通向定好嘅方向行。其實係有機會，為呢工廠係做嘅時節，做到嘅生態嘅保育一件事情。故所講沙律，我要強調係告訴人家有講到吼，有按到嘅專業，無論係人家講到嘅路線，還是我們相關的魚類的生產，它的那個環境，有按到嘅保護機制。唔過一條東西講起來都係係專業，唔應用來看。專業嘅生態人員同工廠人員按樣合作啊，一件事情有人改，課堂空咁會搞。我就有開課哈，工程生態檢核的課啊。那其實在三年前之前的話呢，我就已經開始有推廣教育班。好，那從去年開始呢，就是每個2月開始的這一學期呢，就有開工程生態檢核這一門課。那在去年6月呢，我也出了一本書，就是工程生態檢核，就是讓大家來這個從教育這邊來着手。但是呢，問題就是說，工程這方面呢，大家都在講到就是如何做。對。其實那個太偉大了哈，其實不是應該講說如何做，而是如何不要做。你要講必要性，就是說你真的需要這樣做嗎？哦，要去思考這個問題。那再來呢，生態實在太大了，有包含鳥類、哺乳類、水域生態、兩棲類，那另外還有密度的問題、族群的問題、生物多樣性的問題，這個都在環評裡面都要求要做到。那我是比較建議，就是說這些要把它簡化，拿到工程生態檢核這邊來，哦，這樣才能夠整個一系統的這一個整個保護到。所以呢，就是說怎麼樣，就是說，拜託那個生態專業的來告訴工程人員，就是說，哎，這邊有哪些東西，不要只告訴我名稱，你要告訴我它的整個全生命週期需要注意什麼，那我就工程人員我就可以針對這些東西來就是說哪些我不要去動它減法，哦，而不是說我要去營造，不要這麼偉大，不是營造生態基地，哦，而是說可以不做的就不要做，不要做，然後就是我們做回避啦。對，所以就是回避這個是很重要的。那縮小也是啊，縮小你會不會造成就是說它的那個族群的那個密度變大了？族群密度變大的話呢，它的覓食就饵料就不夠哦。對，饵料不夠的話，你看15湯為什麼跑出來要吃東西？其實就是因為裡面的生態區的那個食物不夠啦。怎麼去那個了解，就是說這些生態所需求的這一些條件呢，是一個很大的學問。我問一下理事長，人家都其實就專門提做生態顧問一件事情，人家都會怎麼做呢？就實務上面來講的話，就是說，我這經手過的工程，沒有上千，有幾百了啦。是。那每一件工程來講的話，真如教授講的這麼複雜困難。每一件工程，其實在生態檢核都幫了很多的忙。為什麼這樣子講？就是剛才有提到，就是說，沒有人以破壞生態環境為樂。但是工程師如果沒有生態檢核這樣子的工具來講話，他們的方案總是以對生態環境最差的方案來當做主方案，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那不能怪工程師，而是工程師被賦予了太多責任。我只是舉一個例子哈，像之前有一個計劃來講的話，它是比如說
它有2个方案，一个要走左边，一个要走右边。对，走左边要经过农地，走右边要经过森林。哇，两边都很两难。好，对，那但是如果一般来讲，工程师都会走哪里？都会走森林，因为少人吗？对，因为走农地要跟农夫商量，走森林不用跟猫头鹰商量。好，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常常发现说，明明你可以去减少对生态冲击的，但是因为都没有在前面讲，那后面来讲话就变成被大家骂。是，所以在生态检核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非常重视就是沟通。好，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沟通就是把生态人讲工程语言，工程人讲生态语言，好，大家用这样的方法，让大家可以理解你到底你关心的是什么。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发展出一个沟通的模式，就是现在看到的回避、缩小、减轻、补偿。如果你看国外来讲的话呢，大部分只谈回避、减轻、补偿这3个部分。那缩小是我硬加进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很多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工程有个习惯，有时候就是说，我要做的坚固一点，对，所以就过度设计，我不需要做那么大，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就做的大一点，然后路宽一点，然后或者是堤防做的高一点。那相对而言来讲的话，可能对生态都是无谓的伤害。是，好，所以呢，就变成回避、说要减轻、补偿，这个不是只是在谈要做什么事情，而是它是沟通的过程。没错。好，就是你碰到生态议题，那就是生态人就要跟工程师讲，就是说，我是先谈回避。不能回避完了以后再谈缩小量体跟规模。对，那缩小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尽量缩小以后，我才提减轻措施，包括讲到我们的鱼梯啊等等之类，那已经到了这个前面2个都还达不到，最后才谈补偿。如果说是真正在乎这个整体发展来讲的话呢，把生态融入到这个整体发展来讲，更符合现在那个整个 ESG 的这样的期待。顾所长，我再请教一下秘书长，针对亚中委托边家的其实更多的动作，有关做生态监测、交通亚件事情当重要，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人对除了亚件事情还有动作我做的啦。佮针对亚个部分，大家讲到的生态监测的精神同这方面，你亚部分有乜个建议？我觉得关键的是生态人跟工程会需要去理解彼此的需求，或者是理解我们现在看的那个事情它的不同功能。就例如说是在杂木林的这一个名词，这个如果是对于生态人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还蛮中性的，然后它是一个由多种的阔叶树所混生的一个林相。那但是然后它同时也会有一些栖地的功能。但是如果从工程的角度，就会觉得如果它是在河川里面的话，它其实是影响通洪断面的一个主因。那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有一个理解上面的一个 gap， 就是工程人会觉得，它其实就是想到的就是通洪断面，他想到的就是它会阻碍通水。那其实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圳沟的杂草，其实也是。那从生态人的角度，它其实是很多的小动物会在那边栖息，会在那边躲藏的地方。但是从工程人的角度，或者是说从民众的观感，会觉得说它其实是在阻碍我的排水，然后或者是会觉得脏乱，或者怎么没有一直去清。那它其实背后生态检核在慢慢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去做到一个沟通的效果，是彼此都可以知道说，它好像在假设我们真的有防洪排水的需求，那它是不是有多少的空间是可以容许让它还是能够有小动物躲藏的一些空间，所以它其实背后在谈的是同理彼此的需求，然后彼此找到一个可以兼顾或者是共存的方式。如果在这个地方它的通洪断面其实是相对的没有那么的严峻，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容许这些杂木林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生存，然后提供它的栖地功能？那同理在那个圳沟也是，那你可不可以先清一半或者是清部分，然后你不要全部都把它清掉？那它其实背后在谈的是工程或者是人为利用的需求，怎么样去跟生态功能的维系可以慢慢达成一个共识。那关于说合作的指认，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因为身为 NGO 团体，那我们其实也在跟很多关注生态的朋友在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会慢慢需要去论述说什么是生态功能跟生态系服务。意思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物种很重要或者是很可爱，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把它保护下来。但是如果去对应到说现在的一些工程可能会有一些栖地影响的话，我们会需要慢慢去论证说它的栖地功能是什么，那它的生态功能是什么。
那我们会希望说，在要论述做工程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 balance。所以这个是我们也在鼓励说，更多关注生态的朋友，我们可以对来一起关心说，也包括在地观察。就如果你经过了观察，然后发现说有很多的小动物，其实它会特别聚集在哪一些的栖地类型。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跟工程师沟通的过程中，就可以提醒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慢慢施工，或者是先不要去全面的去扰动，有一些更多的工程配套，其实是可以有助于这样的一个栖地是维持下去的。上面这边讲到的一件事情当重要，就是其实人在做工程以前了解菜地的生态，有那条也是通车府的股神，一件事情当重要。只不过呢，我请到专业的人才，一件事情还要培养。古所讲，大家係講理想化，要同生態監係做到好。其實真嘅冇咁簡單，係冇就唔會像先前家講到有按到嘅議論發生，韓國呢經由議論發生嘅時節，菜地嘅澄清呢，無論係台北嘅團體都會講，我要去監察院澄清，我要去內澄清。古所講也係未對人嘅法律方，雖然講佢係得注意事項天天，唔過佢凊彩就做得。去監察院講，佢可以澄清，同下都就可以澄清，也對人按到位按理來講，會增加乜嘅事情，來請教下律師。這個有關生態檢核機制的落實這件事情哈，我覺得可以分成2個方向來談。其實從剛剛專家們的講法，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其實我們在思考一件事情都會有2個面向。比如說我們要做好生態檢核，做好溝通，但是它同時會產生它花很多時間。對。那我們從工程的角度來想這件事情，其實你會發現，其實工程其實就像剛剛黃理事長講的，沒有人要破壞生態，但是他要追求效率，追求安全，所以它其實是不同的一個邏輯在跑。那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它的需求不同的情況，那其實就會產生不同的行為選擇嘛。那我們剛剛提到就是有2個方向，第一個，在政府機關這一面向，它到底怎麼去做一個監督管理，其實它就要看政府它落實它的一個決心，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它只是一個行政規則，如果它今天不按照行政規則去做執行的話，那其實以民眾來講，我也只能跟監察院去講說，你怎麼可以怠惰？對，好，他其實他的選擇是這樣，但從廠商的角度來講，其實廠商更怕什麼？我們剛剛就有提到，既然要花這麼多的時間，其實對廠商而言，它的工期就是一個很大的影響。時間成本效益。對，那一般公共工程，它其實它的標的很大，它比如預期一天，它可能就罰可能幾百萬的一個的那種等級在跳，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就會涉及到像剛剛黃教授提到的，我們如何在工程契約裡面去把它規範清楚，甚至在3級品管裡面去把它規範清楚，讓這樣的一個就是說契約條款可以落實到契約，因為它對於這個廠商會有一定的一個規範的效果。好，那當然這件事情，那政府機關它也要去體諒廠商的一個情形，對，然後在時間上面應該是要去有一個合理的一個時間讓他們來規劃。對，這樣子其實比較重要。對，比較可能來解決現在目前就是大家沒辦法去真正落實的一個解方。你是有講到，香港因為做到生態減輕一件事情，雖然講佢係啲法律上嘅注意事項天天，是唔過一個注意事項，希望佢有限卡到嘅效應，其實也就係愛公部門好好嚟考量按啥來嘅規劃，按樣嚟做修改，按嚟對按啥來而做到一件事情，會真正有幫助。故所講，針對一個香港行業部有法度做乜嘅有關法律上嘅修法同修正冇？來看你別的講法，就是我們要加強公部門執行承辦人員的訓練，辦說明會，讓他們了解生態檢核的重要性，還有在申辦程序上哪些該做生態檢核就應該要做而不要便宜行事。那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做了之後呢，就可以避免現在包括水泥工法、不當的三面工法，就是迫害原有的這些生態，就可以避免。類似的這種案例，我們就是遇到，就是要請那個補助單位要出面，然後要求改善。那該不該給錢，就是重新再去檢核，可以給的就給，然後就是要求改善，然後要懲處，就是承辦人員
原本该做生态结合而没有要求做。不只是从工程面去做生态检核，而是在一开始计划规划的时候就可以有计划性的生态检核，也就是说，在计划刚开始初期的这个规划跟可行性评估的时候，生态检核就可以进场，而不是只是做后端技术面的这个技术检核而已哈。那第二个是我们也希望未来其实在这个工程会的协助之下，各部会也都必须学习。其实你要做好生态检核，你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也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经费，才能够让一个合理的也必要的生态检核能够做得好，而不是如果都不给这个相关的计划的这个生态检核的时间，或者是经费上也非常非常缺乏，你可以想象，最后生态检核很可能也会变成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哦。所以确实在整体生态检核的制度面上面，我们之前也跟工程会谈过几次，那他们也愿意接下来大力的去协助各部会，对于这个生态检核该怎么做，该找谁来做，该留多少时间，或该编多少经费哈，这些事情有一个更完整的要求。因都希望同生态结合，無論係睇規天空、睇法律方，有更加明確嘅一啲效果。也就是講，其實大家都希望講，生態結合一件事情，真正做得睇共享工廠方做到嘅效益。韓國有一件事情就係，家其實內邊都有講到，佢同環評有乜嘅所長。and 就嚟看，其實呢睇環評，因講到雖然講佢愛評估嘅係較大規模嘅開發案，唔過呢也當中佢可能。已經係基本已經有確定嘅，再過嚟做相關嘅環境影響評估。唔過人家已經講到嘅生態減氣嘅部分，確實係睇做一個工廠前，研究做得好好嘅溝通，生態專業人員同工廠人員相互嘅溝通，簽出一啲合適地方項做得做嘅講法。故所講，也兩件事情，我想喺今日嘅討論當中，裏邊沒有講到，也兩個確實係要第位做得，再過嚟討論下嚟應用嘅分批嘅效益，睇人也係實際睇運用項。故所講，沙來香港講到生態減氣一件事情，應用嘅同期做到更加好。無論係睇法律項，也講大家向下來看。那先請教下教授，唔家同講到當中有關，唔睇生態項嘅觀察，唔睇做按多年來嘅生態工法、生態減氣嘅相關嘅機制應該看法。既然行業鋪啦，係講我同樣嘅生態減氣機制做到更加好，你哋講唔見面有哪條建議做提供出來？这也就是我上學期是開環境影響評估哈，那下學期是開工程生態檢核，因為我當初有參與那個環境影響評估法的制定，所以其實是環境影響評估呢，並不是說開發後期才確定，是它可以準駁，但是呢，這個準駁是在立法院被改的，原來提出去的草案並不是這樣哈，那。也不是那個說明會，也不是說決定以後才說明，應該就是在還沒確定之前就要開說明會，所以這也就是詹順貴詹副署長那時候一直要把它矯正過來的一個理由哈，一個背景。那我們現在就是講到這個資訊公開呢，就是說這個很重要，就是在工程生態檢核這邊呢，資訊公開非常重要，就是說你打算。開發單位或是這個主管機關打算要做工程的時候呢，要公告周知。那這樣的話，在地的生態團體還有在地的居民呢，他就會來提醒，就是說，哎，這裡有什麼，這裡有什麼哈，那要特別注意。所以這個時間要拉長，所以工期要給他夠。哦，你要7月若得標到那個提出這個計劃，只有2個禮拜，他根本沒辦法去做那個。所以呢，就是說，我們現在就要考慮，就是說生態檢核。不要放在3級品管，3級品管是工程品質品管，應該另外一套生態檢核的查核。生態檢核查核，如果是公共工程委員會要主辦，那就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來制定這個查核事項，生態檢核的一些從它的那個構造啦、它的想法這些，你在每次工程查核的時候，順便做生態的查核。是，好，那要做出，就是說它得標以後到那個要提出來。那個建造計劃的時候呢，同時要提出生態品質、生態環境品質計劃，它怎麼樣去維持？要提出這一個東西。那這樣子的話呢，才可以就是說來處理。那另外呢，工程單位的主管呢，要有那個生物多樣性跟生態保育的觀念。如果沒有的話，他不會去督促，這個很重要。好，所以呢，這個也是我們一起要來努力的。謝謝教授。那我問一下秘書長。
一起努力，我们公共工程里面要有这样的生态专业，我们 NGO 可以怎么协助吗？下一步你有没有什么期待？好。其实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问说，就是生态要怎么样去回应到现在工程发展的这些需求，但是其实反过来，我们会想的是工程发展该怎么样去回应到生态的需求。因为台湾假设自诩是已开发国家，那其实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形态会需要去转型。那所以像是说国外在谈近零碳排，或者是绿色国民所得账，然后或者是生物多样性，其实这些国际上的趋势是台湾没有办法回避的。是。那我们其实会需要回过头来看的是现在的工程发展跟我们的期待，它其实带来多少的环境代价。那这样的环境代价其实是该怎么样去透过自然资本或者生态系服务的这些资讯，然后来去被大家看见。那所以回过头来就是我们作为 NGO 团体，我们其实是一部分当然是我们自己也要多成长啦，然后也是多训练。那另外一部分我们其实也是蛮鼓励说有更多是关注在生态的一些朋友们，一部分是可以累积更多的在地观察。那另外一部分是你可以去多关注一些身边的一些公共工程。对。那其实因为现在有生态检核的这一个机制，那它里面有公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公民参与所以其实大家可以透过关心身边环境有哪一些的公共工程，然后以及那边有你自己所关注的一些生态课题，是。那其实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去跟工程单位，然后同时假设那个地方也有生态的团队，可以补足一些在地的观察经验，然后同时也可以去我觉得最关键是在于可以让公共工程的单位可以知道说，其实在地的民众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是大家都希望说水圳沟渠就是一定要全部把它清得干净，而是有些人希望的是我们可以让它可以维持一些栖息环境的一些功能，或者是我们希望那个地方是我们想要近自然的。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会鼓励更多的年轻朋友一起加入，关注的朋友一起来加入。其实刚刚现场讲到的，一个工厂要公开，韩国呢，比如讲到，我们韩国当然了解了参与，一件事情其实人就要看准。理事长，传统一个生态减配一个是是按当然的哦，唔希望看一下关于嘅环境情形，行一步还有乜该想要做到的吗？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生态就过去来讲的话，生态专业不被承认是一门专业。但现在确实是了。对，后来也是在经济部的时候发现说，这些生态的人是不是应该要来协助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的推展，而不是等到政府做错了事情以后才后面批评指教。所以呢，我们再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然后去协助大家就说不要误踩地雷，然后不要说最后才发现我对环境造成一些伤害。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会很期待，就是说有更多的这个教育训练。好，这个教育训练来讲，就刚才讲到，现在这种生态人去了解工程，工程去了解生态，都还不太充足。那我们现在要加强这样子的一个推广教育，对，没有错。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个也呼应刚才周秘书长刚才提到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台湾已经迈入已开发国家，我们不能够只靠工程来解决问题。是。好，那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好的计划的提出哦，这也是那洪山案委员刚才提到的计划生态检核的那一部分。就多元利害关系人怎么样把它找过来？然后呢，现在讲的公民参与哈。跟说明会不一样，是说明是单向，就我打算做什么事情，我跟你说这样好不好？这是过去，没错。公民参与来讲话，是我希望是双向的，大家民众我今天这边有一个建设，大家民众多元的意见进来了以后，我可以提出一个照顾更多人的计划，而不是好像只解决一件事情。我搞不好有一个建设计划，我可能是解决多元的事情，用这样子的合作方式来推进，我觉得也是我们国家未来要面对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当然就是说评鉴啦，评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所谓的这到底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好，那不要说这个越混的。好，那这个反而他得到更多的这个计划，那这样的话，大家久了以后就是这个大家就会流于形式，真的就是让他这样子。那所以这种评鉴的机制也很希望公部门可以尽早的建立。其實講到一個生態減配啦，我想三位專家今日都對七個嘅重點嚟講，唔過我想我總結我教本的時候，因為大家都講到，現在嘅生態減配一件事情，無論係睇推廣、教育，也係講整個行家當然嚟了解以外，當中有一件
件事情，就係家嘅法律嘅 TV 有法度做到更加多嘅規範，甚至提高到家嘅成績。郭子貢律師，我們下一步有什麼樣子嘅觀點？其實剛剛整個聽我覺得現在的一個觀念已經不是在人定勝天了，已經在那種就是人與土地怎麼共榮共和。那當然這些過程裡面，其實我個人也是認為說，整個生態檢核它是一個很必要的，而且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制度。那它的落實，其實剛剛也有提到，它其實不是只有政府部門或者是施工廠商，它要互相配合。那這麼好的制度下面，它到底怎麼去實現？它其實我覺得在法規上面，它是可以賦予它一定的法律效果。比如說像這一次最近一次的修法，它很明定的就說，它不只是在可行性的評估、計劃評估，它就要納入資訊公開跟這個民眾參與。那在各個階段都有，包括工程計劃的核定，還有這些，比如工程的規劃，甚至到後期的這些規劃的一個落實情況，它都要求要資訊公開，要民眾參與，這都是符合原來的立法的一個精神跟目標。可是我們就會發現，那這件事情，就像剛剛黃理事長講的，誰來確認說他做好了，做得完整？是，所以其實後面的這個所謂的監督管理的一個機制很重要。對，它要怎麼落實？我覺得在法制面上面是可以更進一步的去做相關的規範。我們都期待生態檢核一件事情，喺法律上有更加到位，明確嘅規定。韓國呢提高成績過後，帶俾大家了解生態檢核確實喺共享工廠後做條嘅乜嘢。大家都對生態檢核可能唔了解，也係講幾件談過唔知佢哋做乜嘢。其實呢，生態檢核一件事情，就係人嘅地方上喺做乜嘢共享工廠嘅事情。身邊的民眾有去參與，有去關心，也其實就係生態檢核的頭一部分。故所講，可能今日出面睇片過後，帶領大家了解生態檢核，未愛大家開始嚟從事一個議題。以上就係我哋討論，什麼向前所看，安子升。